老师，再见。长生哥哥，这次轮到我来保护你了。陈兄，我们很快就会相见。我们的约定依旧有效。金光洞是我最先带人打进去的，他们的一位长老被我一鞭子打成了2半。杀了那个长老之后，一个少年发疯般的向我冲了过来。那个少年只有16岁，他的修为对我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，所以我并不想杀他。可是他不依不饶地攻击我。当时我所带领的队伍深陷重围，如果我不出手救援，我手下的人会死。为了救我的队员，我打断了那个少年的双腿。后来苏天带人来支援了，我们也终于缓了一口气。我找到了那个少年，我想饶他一命，但是面对他的眼神我怕了，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那个眼神。我和金光洞无冤无仇，但是我却让他家破人亡。先生，你知道我后来怎么做的吗？怎么做的？我亲手扭断了他的脖子，并且下令灭了金光洞剩下来的所有人。你呢？你又做了些什么？我闯入狂龙堡地狱之后，当着万通的面将他父亲3掌打成重伤。当时的他不断向我磕头，让我放了他的父亲和狂龙堡，他愿意以死赎罪。然后呢？我应允了约定，待阵法破除之后，亲手了结了不肯屈服的对手，剩下主动起降之人则交由旁人处置，直至最后一刻，他们眼中满是不甘与困惑。先生，你杀过这么多人吗？没仔细算过，应该不少。曾经有个生灵冲我吐口水，然后这个种族就没了。不是，你要不要这么狠呀？动不动就灭了一个种族。先生，灭族之后你有没有后悔过？后悔？现在细细想起来，确实有点后悔。后悔没把他们的藏书阁一并收了，听说里面有不少孤本。我应当换个更妥当的方式平息这一族的祸乱，只因一时冲撞就彻底驱散整个族群。回想起来，总让我心中略有不安。我不该当着族长的面一次性终结他们全部威胁，这般场面未免太过直白激烈。修行之路本就充满魔力纷争，每次盛会角逐，总会有人止步于此。那时诸位不曾心生悲戚，只是如今安顿度日久了，才容易生出过多感伤思绪。第一次总会这样，多经历一些就会习惯了。不是，这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本质上都是死人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另外，我记得在子府圣地的时候，你还想通知72狼烟灭了狂龙堡。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真的同意72狼烟灭了狂龙堡，你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吗？合着不让你亲眼看到血流成河，你就不会有罪恶感？现在明白那些大势力为什么总喜欢通过谈判解决事情吗？因为他们杀了太多的人，他们十分明白杀很多人是什么感觉。我知道你们两个不是很喜欢长辈们优柔寡断的性格，在你们的认知当中，面对敌人应该以雷霆之势将他们剿灭。可是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荒诞，你们终究会活成你们讨厌的样子。先生，既然大能们都不杀人，那为什么各大势力还在厮杀不断？唉，我可没说他们不杀人，我说的是他们讨厌那种杀人的感觉。正是因为这种讨厌的感觉，他们才会用计谋来解决一些问题。毕竟杀人的同时，自己这边的人也会死。但是如果计谋无法解决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再次举起手中的刀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们会比你们更狠、更绝。长痛不如短痛，一次杀光能省去很多麻烦吗？好一个长痛不如短痛，今天又长见识了。好了，话已经说到这儿了，能不能想明白是你们的事，赶快去做你们该做的事情。要是搜刮的战利品少了，你们对得起自己杀的这么多人吗？你们可以不在乎这点东西，但是你们手下的人也能行吗？开战之前轰轰烈烈，收尾的时候却是那么的平淡。或许这才是修行界的日常。回到子府圣地之后，陈长生的日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平淡了下来。整个子府圣地从上到下，再也没有任何人对陈长生抱有怀疑的态度了。没有人来找自己的麻烦，陈长生自然也乐得清闲。将新的修行之法交给子宁之后，陈长生就一头扎进了子府圣地的血海当中。与此同时，子府圣地的年轻一代和陈长生也借助这一战彻底扬名，千人转战千里，12个时辰之内荡平3方势力。仅凭一群年轻人就做到这样的成绩，不敢说前无古人，至少也是500年间再无来者。而陈长生只身一人打退昆仑圣地6大长老盖驾圣子，
随后更是3拳连出，打得整个昆仑圣地低头。在如此耀眼的战绩面前，无数人打消了前来挑战的线索。可是这样平静的生活，陈长生只过了1个月。陈长生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三长老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因为三长老的脾气最怪，而且也是整个子府圣地当中对72王烟敌意最大的人。妖女，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样的办法迷惑了整个圣地，但只要我林开山还活着一天，子府圣地就轮不到你们嚣张。让陈长生滚出来，和我说话！好你个老帮菜，你再说我家先生一句试试，信不信我打得你满地找牙？冷静，师姐别冲动。怀玉，怀玉，这位是三长老，怎么能这么无礼呢？见过圣子。哼，好一个陈长生，短短几个月就让我子府天骄对你俯首称臣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三长老说笑了，这只不过是诸位同门对在下的尊敬罢了。我把同门放在心中，同门自然也会把我高高举起。不过我看三长老怒火冲天，似乎是对在下颇为不满，不知晚辈到底哪里做错了。若是不给我一个解释，今天你恐怕出不了子府圣地了。上面的内容很简单，大致意思就是我绑了你们圣主，拿钱赎人，不然撕票。贼丫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不知道呀，这件事情我没听师傅说过，这绝对不是72狼烟做的。我马上传信回去询问。不用问了，这件事就是72狼烟做的，信上面有72狼烟的驴友标记，旁人做不得假。先生，子府圣地与72狼烟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要不你去说一下情，让他们把我师傅放回来吧，毕竟这事实在有些荒诞。什么话？这是什么话？我子府圣地怎么能向72狼烟那种贼寇之流低头？待我修书一封，让他屋里看看我子府圣地的态度。不给，自己看着办。你怕不是想把圣主弄死了自己上位吧？丫头，把这封信送回去。另外记得告诉你师傅，虽然我们的关系不错，但我现在已经是子府圣地的圣子了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子府圣地绝不妥协。您老人家这是在玩那一出呀？就算想当圣主，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吧？这绑就肯定是你策划的。你敢！三长老，在下最近正在思考一些问题，所以对自身修为掌控的不是很好。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我建议你不要随意对我出手。按照子府圣地的规矩，当圣主不在的时候，圣子可以代为掌管整个圣地。想要从我手里抢走掌控权，你得从长老会那里拿到许可。但是很不巧，长老会的许可我比你先一步拿到了。好，很好。想不到长老会居然已经昏庸到了这个地步，那我就亲自去面见太上长老。我不相信堂堂子府圣地，还拿不下你一个长生。子府圣地所有长老回归，那你们也该动起来了。从今日起，子府圣地所有弟子归子宁和公孙怀玉调遣，圣地宝库任汝索取，天机阁全力协助。外门长老，你们2人可以随意调配，关键时候本圣子甚至长老会出手相助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荡平中庭一流之下的所有势力，不管是谁在背后支持他们，不管他们是谁的归属，挡路者杀，不归顺者杀，负隅顽抗者杀。末将领命，怀玉定不辜负先生所托，还请先生赐名。你作战勇猛无边，形似下山猛虎，就以虎贲为名吧。我希望你们以后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谢先生赐名。子宁谨遵先生之命，
恳请先生赐名。你作战形如鬼魅，来去无影，你的队伍就叫魅影吧。如影随形，从今以后，你们将会是所有敌人的噩梦。谢先生赐名。三长老，子府圣主，你们的圣子好像不太想交赎金，要不你还是传信回去劝劝吧，到时候撕票了，双方都不好过。你这枕上的刺绣蛮好看的，我好像没见过这种风格。要不你这枕头借我睡几天？你给我准备的枕头太硬了，我睡不习惯。纳兰静，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了吗？恐吓这种招数太幼稚了，换一个。陈长生和72狼烟纠缠不清，整个中田谁不知道？他现在是子府圣地的圣子，你可能会杀我吗？这种事说出去都没人会相信。圣主就是圣主，果然观察入微。72燎烟与子府圣地其实都是一家人，这次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我在这儿给您赔罪了。改日我亲自送你回去，如何？不要啊？不是，为什么？整个中庭的人都知道我被你绑架了，现在一点赎金都没交我就回去了，到时候别人认为72狼烟不是劫财而是劫色，我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你让子府圣地给赎金不就行了？给不了，子府圣地现在不是我做主。那你现在回去，然后再送赎金来不就行了？哼，不交赎金我不回去。你们子府圣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自家人被绑架了，难道他们就一点都不着急？这个你要去问陈长生，他现在才是子府圣地掌权人，他要是不点头，其他人敢动吗？我真是服了，先生怎么把你这块滚刀肉送过来了？你叫陈长生什么？你不该问的，这下你真的回不去了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这里，那就好好的待着，哪儿都别去。为人正直，不沉迷美色，做事粗中有细，真是一个不错的男人。不过我好像发现了一个小秘密，看样子最近不能出去玩喽。50万，10万。圣主，你受苦了。三长老不用担忧，我好得很。这样就能找到他。放心吧，72王烟的藏匿手段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。那好，我先走了。圣主被72狼烟绑架，子府圣地与72狼烟不共戴天。从今日起，子府圣地上下不得与72狼烟的人处。无力接任圣主之位，顺利的不可思议。世人皆以为他幸运，但他知道，是有人替他扫平了一切障碍。都成家立业了，就别玩小孩子那套了。这里我布了个阵法，没人能探查。
老师，哭什么？你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那是你的能耐，我只不过是推了你一把而已。舞台我已经给你搭好了，接下来就看你的表演了。老师，你能不能……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你更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有你的人生，我有我的道路，我不可能永远跟在你身边。这次的离开，不知需多少年月才能再见。若非老师将他从10万大大带出并默默谋划，这个荒日的野小子绝不会有今天的成就。好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别动不动就抹眼泪。这里的藏书这么多，我一时半会儿看不完也走不了。既然你已经悟出了修体的第6个境界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给我准备的惊喜够不够大。老师，我没有让你失望，我真的走出了第3条路。好你个臭小子，你真的走出了第3条路。修体第5境本我虽强，却有肉身与神识产生隔阂的根本问题，想要解决，本只有斩去或突破这2条需摄弃部分力量的绝路。可是你却想出了这巧夺天工的突破之法，以精为灯，以神为火，以气为油，点燃了一盏明灯。有了这盏灯的指引，肉身和神识再也不会发生分离的情况，同时还能将自身潜力发挥到最大。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老师，以前都是你在帮我，现在就让我帮一下你吧。我现在能够帮到你了。虽然你现在的路已经很平坦了，但你以后的路依旧漫长。你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说吧。需要你帮忙的时候，我自然会找你。修体之法很强，但是过了第6境之后，肉身会跟不上体内灵力和神识的增长。想要继续达到平衡，那就需要在血肉骨上面下功夫。这里面是我对后续境界的一些假设和推演，应该能给你提供一些思路。另外，风余修和杨峰都是可造之材，新的修行体系我已经传给他们了。你手中掌握着第6境的秘密，想招揽他们不难。至于是否招揽，你自己决定。忙了这么久，我该休息一下了，你走吧。第1年，新任子府圣主继位之后，孤身一人亲自拜访中体2大圣地。没人知道新任子府圣主和2方圣地谈了些什么，众人只知道瑶光圣地公然宣布放弃这一世的天命之争，而昆仑圣地则是直接对子府圣地宣战了。随着2大圣地的交战，战火很快席卷了整个中庭，一些打算争夺天命的天骄也在战火中快速壮大。这场战乱整整持续了5年，子府圣主乌力终于亲自下场了。无情仙子得血断魂崖，妖僧玄心败于卧龙潭，南元天骄巴图鲁战至癫狂，但依旧被打断了18根骨头。就连号称唯一能与乌力抗衡的江峰，也被一记剑指斩去了头颅。这些惊天动地的战斗，是独属于天骄之间的战斗，除了参战双方之外，其他人根本无缘得见。但也有传闻说，在这些战斗当中还有第3人在场。唯一的线索依据，那就是江峰的尸首被一个神秘人安葬了，署名正是送葬人。至于这个送葬人到底是子府圣主乌力，还是另外的人，整个修行界众说纷纭，始终没有结果。在乌力接连打败各方势力之后，昆仑圣地也迫于压力和方千城达成了联盟。圣地与禁地联手，其背后的能量让子府圣地也颇为头疼。然而就在天下人都以为乌力会暂时避其锋芒时，他却公然接下了昆仑圣地决战的要求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接下决战要求后，乌力消失了一段时间，没人知道他的去向。等乌力再次归来的时候，他定下了决战的时间，并且他带回来了800具青铜盔甲。决战的时间是在第6年的年初，当时天空正下着鹅毛大雪，整个子府圣地倾巢而出，虎贲、魅影、72地煞，所有的军队都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除了这3只虎狼之师，子府圣地还搬出了一具又一具的棺椁。
这些棺椁都被血色的石头封存，很显然，这些都是子府圣地真正的底蕴。那一战打得天崩地裂，日月无光，昆仑圣地被毁去了一半，上万里的土地化为焦土。等大战结束后，子府圣地出去的人折损过半，昆仑圣地更是宣布封闭1000年。然而，关于这场战争，整个中庭都没有任何文字记录，参与战争的人也对那场战斗只字不提，唯一的信息只有传闻。有人说昆仑圣地请出了圣虚禁地的存在，乌力本必输无疑。但是乌力不知从哪儿请来了更强大的存在，最后彻底压制住了圣虚禁地。很多年之后，东荒流传起了一个消息，有人看到过他的身影，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轻人。你能不能等一会儿再挖？作为故人，你不打算在临终前和我聊2句吗？有什么好说的？我问你的东西，你又不肯告诉我，那我还不如早点把你埋了。讲道理，这次要不是你出了点问题，我还真弄不过你。能让你陈长生说出这样的话，我江不凡是不是也可以名留青史了？不会的，所有的记录都证明你在那场大战中死了。今天我们的谈话会被隐藏在时间长河里面，没有人会知道，就像没人知道你当初是怎么获得这些不祥的力量。哼，你还是想知道这东西的来源，但是我偏不告诉你。我江不凡就是要胜你陈长生半子。乌力虽然现在气势如虹，但是他惹恼了圣虚禁地，漫长的时间之后，圣虚禁地一定会来找他麻烦的。想来就来吧，圣地也好，禁地也罢，天下没有灭不了的东西。我是真的没想到，你居然能得到圣虚禁地的全部支持。如果不是你使用了不祥的力量，导致圣虚禁地内部发生了分歧，这场战斗或许真的会2败俱伤。圣地背后的支持者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纳兰静会来找我求情，让我劝乌力不要灭了昆仑圣地？你这是在求我吗？可以这样认为。那我能得到什么？我可以给你准备一具上好的棺材，并且保证不会在你坟头上建茅厕。这个条件听起来真诱人，能让我看看我以后的容身之处吗？争了这么久，到头来我最满意的居然是这几块木头，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看在这具棺材的份上，那我就告诉你一点东西，我们的头上还有存在，圣地只不过是那些存在的据点罢了。10万年前，我们这片天地诞生了天命者。我们这里虽然很难诞生天命者，可是一旦出现，那我们的天命者将会比一般的天命者强大。这就好比生长在野外的花草，总要比温室里的顽强一些。天命者切断了上面的联系，我们也彻底脱离了掌控。可天命者虽强，但却不能永生不死。一旦天命者死去，我们无法抵抗上面的清算。不过好在天道还算眷顾我们，这里诞生了第2任天命者。为什么第2任的天命者寿命会短了许多？还能为什么？当然是被人打伤的喽。上面的强大，就算是天命者也不能横扫一切。那无极天尊呢？他为什么只存在了几千年就消失了？还有天命为什么会崩碎？不知道。无极天尊的消失一直是个谜，没有人说得清楚。是上面的问题？应该不是。上面虽强，但天命者始终是天命所归。他们可以让天命者受伤，但绝对不可能杀了天命者，因为一旦天命者拼命，那个代价是巨大的。这样大的动静，不可能没有记载。再聊聊嘛，这么急着烧死我干什么？你聊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不影响。对了，上面大概什么时候能和我们这里恢复联系？乌力承在天命的时候，联系就会恢复。这也是纳兰静要你阻止乌力灭昆仑圣地的原因。曾经的子府圣主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小女人了，真是让人失望。如果我是乌力，我一定会灭了昆仑圣地。纵使身为蝼蚁，也敢向天横刀，更何况我们也不是蝼蚁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敢向上面宣战？话都说得差不多了，
你真的不打算告诉我不祥的来源吗？你既然这么聪明，那你可以猜呀，猜到了算你赢。你真的是他吗？是我。果然是你，怪不得你不把一切放在眼里，原来你才是这天底下最强的生灵啊！陈长生，有朝一日你一定要杀上苍穹，那里有更大的秘密等着你。昆仑圣地一战，彻底奠定了子府圣地的威名，也让乌力成为了中田公认的第一强者。两大强国加入联盟，超级传送阵宣告完成。休整之后，乌力再次御驾亲征。这一次，他的目标放在了西周妖族之地。10年，乌力只用了10年时间，就让整个西周低头。仅仅17年，他便横扫中田、东荒、西周3大洲。面对如此精彩另异的乌力，众多天骄就算再不甘心，也只能默默退出了这一次的大势之争。剩下的南原和北漠，暗地里传达了不争的意志。乌力已经强大到足以让2州之地避其锋芒。子府圣地公布了新的修行之法，虽然这套法门只是最粗糙的版本，而且只有关于前5境的描述，但这依旧为天下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思路。天下无数能人异士在这个基础上推陈出新，自此子府圣地一跃成为天下第一圣地。混乱了近1000年的修行体系也终于得到了统一。泉眼、神桥、彼岸、神识、本我、命灯，这便是往后无数岁月衡量实力的公认标准。乌力镇压当世，天下仿佛一瞬间迎来了和平。在这段安静的时间里，子府圣地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第19个年头，瑶光圣主悄悄送来了一个人。紧接着，子府圣地举办了一场小小的婚礼，人数寥寥无几，简直小得不能再小。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事情会按部就班发展下去时，妖僧玄心在第2个年头拜访了圣地。昔日俊朗非凡的他落魄万分，怀中抱着的正是惨死的无情仙子。没人知道他为何惨死，也没人知道玄心经历了什么。那一天，整个中天都感受到了乌力的怒火。众人只知道乌力暴怒之下，孤身硬闯圣居禁地，无穷的厮杀声在圣虚禁地盘旋了3天3夜。从禁地回来后，乌力直接发兵，将存在近万年的无恨阁彻底抹除。何至于此？当初灭绝师太曾和自己说过他那近乎疯狂的计划，但陈长生不仅拒绝了这令人作呕的阴谋，还曾出言威胁，企图让他打消这个想法。近几十年来，中庭征战不断，大事一件接着一件，灭绝师太迟迟没有动作。陈长生还以为他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，没想到无恨阁居然与方千眼达成合作，从而造成了这样的悲剧。你帮我杀了方千成，我的命是你的了。我杀方千成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无情仙子。虽然她败于我手，但她的才情世上少有，这样的女子不该有这样悲惨的下场。随便你怎么想，反正我的命是你的了。本来是想借兽血石封存莹莹的尸体，既然你们插手，这个情我认了。只要我还活着，这个人情永生不忘，知会一声就行。说完，玄心抱着姚莹莹的尸体离开了血海。你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一些小伤不碍事。我知道你惜英雄重英雄，但你的对手是禁地，下次不要这么鲁莽了。老师，我就是看不惯那些人的做法，这种事情我如果都能忍，那我就不是乌力了。对了，这是我从禁地带回来的东西，老师你应该用得上。这掌金叶正是方千成身上的那一张，曾经无数次想弄到手却被他逃脱，现如今终于得偿所愿，陈长生还是有几分高兴的。72金叶我已经得到了3张，这东西还真和我有缘。只可惜昆仑圣地和方千神身上的金叶都不是连贯的，如此一来，这东西就只有参考的价值了。老师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凑齐72支金叶的。不用了，这东西全看缘分，刻意去找你是找不到的。另外，我也是时候走了。老师，你要不再等等？我最近又找到了很多书籍，
这些书你都没看完，你怎么能走呢？少在我面前耍心机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故意抢夺外面的典籍。那些我没看的书，全都被我复制了一份。离开这里，我照样可以慢慢看。听到这话，乌力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失落，因为他知道陈长生真的要离开了。老师，就算你不留下来，那你至少也要告诉我要去哪里吧？你不会打算连这个都不告诉我吧？巧了，我还真不打算告诉你。以你的性子，不出300年，你绝对会来找我。我可不想天天被你烦。你现在是天命之人，遇到的事情一定会多如牛毛。我这个人很怕麻烦。老师，这是我的一些修行感悟，关于修体的第3个大境界，我已经摸索出了70%。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一定能将这个体系彻底完善的。唉，好歹也是天下第一圣地之主，怎么老是闹这种孩子气？书上虽然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但书上还说人生何处不相逢。我只是走了，不是死了。你再弄出这种表情，信不信我抽你？我可以等，但是其他人等不了呀。远山师伯、完颜阿姨，还有很多你熟悉的人，难道你就不怕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吗？要不你还是……扯淡！新的修行体系，你走得最远没错，但我同样也是他的创始人。这个体系的寿元极限是多少？难道我不清楚吗？他们前段时间已经达到了命登境，按照最差的估计，他们2、3千年之内是不会有寿元问题的。现在你和我说他们等不了，你是觉得我好糊弄吗？见陈长生识破了自己的小伎俩，乌力尴尬地笑了笑。看着乌力的脸，陈长生情绪突然平静了下来。放心吧，我答应过给他们收尸，到时候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不但会给他们收尸，也会给你收尸的。这最后半句话，陈长生的声音很小很小，似乎是生怕这件事情变成现实。闻言，乌力沉默了，因为天下修士无人敢言。等自己也走向尽头的那一天，老师该是何等的悲痛。嘿嘿，老师的手艺我是绝对的相信的，到时候老师一定要帮我选一个最好的墓地。没问题，我一定帮你选一个最好的墓地。不过我的出场费可是很贵的，你到时候一定要准备好足够的报酬。说完，陈长生抱起一旁的小黑离开了雪海。他甚至不敢回头再看陈长生最后一眼，因为他怕自己舍不得。子府圣地山门外，陈长生走了。他走的时候，天空飘下了鹅毛大雪，整个子府圣地只有很少的人站在远处观望。虽然人数很少，但这些人却是世上唯一能将陈长生记在心里的人。我突然好想变成雪，这样我就可以落在先生肩头了。可是先生撑着伞，你只能落在先生的伞上。落在伞上也好呀，那样我就能陪先生再走上一程了。若是先生将雪拂，那就任他拂去，能在他手掌上停留片刻，足矣。听到这话，公孙怀玉沉默了，子宁同样也沉默了。圣地的史书是你负责记录，关于先生的部分你写好了吗？写好了，你看看吧。关于先生的描写怎么这么少？以先生的才能，史书所占据的篇幅应该是现在的100倍。先生的才能，倾尽我毕生所学也无法描绘一二。如果写成文字，我的敬仰能填满整个雪海。可是那又能怎样？整个雪海的书籍加在一起，就能描绘先生的人生吗？史书太小，无法装下他那荡气回肠的一生；史书太大，随便一翻，便是他那漫长且刻骨铭心的过往。听到这话，公孙怀玉抬头看向远处已经变成黑点的陈长生。20多年前，他带着一条病恹恹的小白狗来参加天骄大会。20多年后，他带着一条病殃殃的小白狗走了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变化，但是他还是曾经的那样，看似他拥有了一切，实则他却是一无所有。唯一能陪伴他的，只有那条叫小黑的白狗。这该是一种怎样的孤独？先生又是怎么从这漫长的孤独中熬过来的呢？你真的不陪他再走一程吗？我没有那个勇气追寻长生，我怕我会在半路倒下。与其让他有一个痛苦的结束，还不如从来就没有开始。说完，完颜月转身回到子府圣地。
望着远处即将被大雪覆盖的脚印，左星河笑了。父皇呀，我超过了曾经的你，但是我依旧没有勇气，在知道死亡的情况下去追寻长生。百里之外，小黑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在，我就不装什么高冷了。从这里到东荒有1000多万里呢，不借助传送台，我得飞到什么时候？面对陈长生的抱怨，小黑给了他一个白眼，然后翻了一下身子继续睡觉。那感觉仿佛在说你自己装逼，结果却让我一条狗来背黑锅，你是不是人？确实惊艳，怪不得会成为3万年来第一个开启天命的人。让出这一世的天命，下一世我不拦你。道友既然是来争天命的，那自然知道天命之争没有不战而退的说法。想要天命，你自己来拿吧。也好，我自己来拿，能省去很多麻烦。这人是怎么进来的？师父，你放心，圣主他绝对不会败的。师娘，要不要我带虎贲前去为师父助阵？不用，你师父的战斗你们插不了手。既然你师父敢应战，那就说明他有把握。我们先把这些散出来的余波处理了吧。这等战斗很容易伤到一些弟子。是。为什么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？但是这熟悉感我又说不上来，到底来源于哪里呢？二师父别想了，快来帮忙！我操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都是误会！你们两个别打了，这都是误会。上清观宋远山拜见长生仙子。长生仙子是谁？没听过。你怎么认出我的？以他的性格，你不会知道我的相貌。晚辈确实不知得到前辈的相貌，可上清观和玲珑宗毕竟是同盟，晚辈对玲珑宗的一些功法还是有所耳闻的。另外，长生大哥在走的时候，秘密交给我一样东西，他说遇到一个特殊的人时，必须亲手交出。世上能值得他特意叮嘱的人，恐怕也就只有您了。丫头，这套木雕算是补偿欠你的生日礼物了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有些时候不要走得太着急，回头之时我依旧在你身后。这小子是我教的，能力我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别太为难他。你确实有资格做他的弟子，他相信你，那我也相信你。既然你要承载天命，那这件事就让你去做吧。至于要做什么，等你承载天命之后就会知道。你就是完颜月。是的，你应该就是1000年前大前皇朝玲珑宗的天骄李念生吧？师伯，这是啥情况？说说呗。你的师父陈长生，也就是我的师弟，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长生仙子。他是东荒1000年前一个宗门的天骄，当时他拒绝了很多青年才俊，理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为了追寻长生。师伯，那这位长生仙子和老师到底是什么联系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毕竟长生仙子扬名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，我也只是听说过她的名号，并没有见过她本人。怪不得这么厉害，原来是师娘呀！当年老师意外来到10万步山，其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找某个人。二师父，
你这样传先生的八卦，你就不怕先生和那位长生仙女有一天找你的麻烦吗？为师又没有说什么，长生他应该不会带撵我。那大师傅呢？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可是大师傅一直都在啊。张白人，你大爷的！你该不会是在骗我吧？从子府圣地离开花了10年才到东荒，按线索找这破幽冥森林，又找了整整20年，穿过无数人迹罕至的险地，经历了那么多次特殊的空间传送。就这，要不是我防御力爆表，搞不好就交代在前面那些险地里了。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动静啊，难不成是我猜错了？唉，算了，都走到这儿了，要是不下一趟水，多少还是有些不划算的。只要情况不对，立马撤，然后去把张百人刨出来暴揍一顿。1个时辰了都没到底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张百人，你千万不要让老子活着出去，不然老子和你没完！张百人。虽然我是个卖棺材的，但我也不想整天碰到死人，好不好？这样真的很晦气。前辈，棺材虽然普通了点儿，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您身上一点遗物都没有，我也不能做亏本买卖呀，您就将就一下吧。唉。天机子，这不是琅琊阁的开办祖师吗？根据子府圣地记载，天机子于1万年前横空出世，此人算无一策，堪称万年来第一才子。创造琅琊阁2000年之后不知所踪，原来是跑到这儿来了呀！天机子前辈，好歹你也是万年前叱咤风云的人物，这个幽冥森林不至于把你困得这么惨吧？这里的妖兽到底强到什么地步？居然连你这样的高手都毫无办法。10里路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我就不相信，这么点距离我陈长生闯不过去。难怪天机子被困了6000年，这破地方压根儿就出不去。我还就不信了，我陈长生能被一堆木头和畜生给拦住。我要倒看看，这幽冥森林能有多少妖兽让我杀！
整整6个时辰，杀的手都麻了，居然又回到了起点。专门给我挑了视线良好的地方，这幽冥森林该不会是在故意恶心我吧？既然你这么想玩，那我就陪你玩个够！我就不相信杀不光你这里的妖兽！杀不完，这林中的妖兽根本杀不完。你这该死的破森林，有意识是吧？故意搞我是吧？玩赖是吧？既然数量无穷无尽，那我就努力修炼，直接凭实力横推过去。忙碌了50年，怎么你们也跟着变强了？用阵法烧死一片，3天后他们就有了耐火性，5天后连火都不怕了。树木也是如此，怪不得张白允会把这个地方告诉我，这压根儿就是一个天然的牢笼，除非无上大能亲临，否然一般人根本出不去。小黑啊，看样子我是真被困在这儿了。如果换成一般人，结局已经注定了，可是我不一样，我已经长生了，那岂不是说明我要被困在这儿很漫长一段时间？小黑最多还能在兽血石里撑6000年，如果还找不到破解之法，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你困了我180年的时间，很不幸的是，我还真想出了这么一个对付你的办法。如果你识趣，那你就赶快把我传送到中心区域，不然的话后果自负。哼，行，那我们就640年之后再见吧，希望你到时候别后悔。这就已经640年了吗？感觉也就是眼睛一闭一睁的事儿啊。系统，我突然发现沉睡好像很能打发时间。宿主之所以这样觉得，是因为你沉睡的次数不够多。当你沉睡的次数足够多，时间也足够漫长的时候，你现在觉得意思的事情，将会有你最大的恐惧。系统，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。沉睡时是什么感觉，我难道还不清楚吗？眼睛一闭一睁就行了，和打个盹没什么区别。这种事情有什么可害怕的？沉睡并不可怕，沉睡的时间才是最可怕的敌人。当宿主某一天睁开眼睛的之后，你会发现整个世界没有人再认识你，甚至连你的敌人都已经消失。那种被整个世界都抛弃的孤独，是所有生灵心中最大的恐惧。系统，这就多少有点夸张了吧？我承认生灵都免不了死亡这个归途，但也不至于整个世界都不认识我吧？毕竟我也是有点名气的人物。若是仔细调查，总能查到一些关于我的传说。远的不说，禁地里的那些存在应该不会忘了我。那如果1000万年呢？宿主心里应该很清楚，1000万年这个数字虽然很漫长，但你总有一天会达到这个数字。禁地虽然强大，但是在1000万年的岁月面前，他们依旧是那么不堪一击。沉睡了640年，我又可以加点了。不知道我的防御能不能再上一个等级？系统，我防御属性标签怎么还是这种模糊的标签？修行体系不是已经出来了吗？回宿主，这个时代的修行体系虽然已经确定，但第6境以上的境界还没有命名，所以无法给出具体标签。系统，你做事真严谨。谢谢夸奖。系统，我这标签怎么还没动？
你哪里是不是出错了？宿主，你作为新时代修行体系的创始人之一，你应该很清楚这套修行体系的跨度有多大。第7境和第8境的修炼之法已经在你手中。沉睡之前，你花了80年时间来修炼，640个属性点，相当于640年的正常修行。平心而论，正常修行之下，宿主你能在640年时间里将第7境修到圆满吗？系统，你真是的，我就是和你说着玩的。我创造的修行体系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？抱歉，本系统不是生灵，所以不具有你所说的幽默感。最后一次机会，把我传送到中心区域。在小小的森林里面看呀看呀看，小小的苦肉，好呀好呀好呀好。哼，第800个年头了，第800个庆祝日，今天减少点杀念，就随便吃点吧。晚了，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。现在我不打算原谅你，我们就继续死磕，谁怂谁是狗。沉睡之前，我花了80年的时间去思考幽冥森林的弱点。经过无数推演，发现这里几乎是无懈可击的，这里的一切都可以再生，眨眼之间就会恢复原样。生灵和植物还会根据战斗不断进化。理论上来说，进来这里的人只能被活活困死。可就是这么一个完美的牢笼，幽冥森林的东西真的可以无限再生吗？如果这就是弱点，天机子被困6000年，到死都没能离开。很显然，单纯的破坏并不是真正的弱点。没有太阳，原来如此。幽冥森林其实是一个密闭的空间，能量是守恒的。无论杀死多少妖兽，看到多少大树，只要躯体还留在这里，总能量就不变。想要破解这个循环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化身黑洞，吃干抹净。天机子自身容量有限，储物空间也有限，但我不同，我有无穷无尽的系统空间。修体唯一的缺点就是极其耗费资源，要将第7境修至圆满，需要天文数字的进步。而这片森林里的妖兽和植物，就是最完美的补票。黑洞任务正式开工，颤抖吧自助餐们！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后悔了，那就把我传送到中心区域，不然我和你死磕到底。在小小的森林里挖呀挖呀挖，想一击必杀，我的防御和恢复力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双拳难敌4手是吧？真以为我是一个人单挑你们全部？大肥惨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！现在
轮到我追你们了。有种你们别跑，谁素谁是狗！跑什么跑？刚才不是打得很欢吗？怂货，有种你出来，我们继续大战300回合呀！前1000年你不是很拽吗？现在怎么不拽了？别以为弄几根烂木头就能拦住我，了不起我再花1000年砍倒他们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孕育出第9境的妖兽。60年的血战，要不是金丝丝和底子厚，今天真交代在这儿了。算了，不能把事情做绝，真把他逼急了拼命，以后我去哪儿找谁帮忙救小黑？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死磕，因为我和你无冤无仇。我来这儿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救我的狗。你先别忙着拒绝，小黑的情况有多恶劣我清楚，我也知道救他需要消耗很多能量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日后我一定还给你。我陈长生答应的承诺，纵使天地死亡，万物凋零，也永远不会失效。只要你答应救他，等你日后有难，我帮你一次，这是最大诚意。要是你还不答应，那我只能选择强攻了。至于最后是你死还是我亡，那就看天意了。东西还你了，我的承诺也依旧有效。你需要多久才能把它治好？另外，你身上它的那滴血孕育新的生命，能把一只神兽救活，2000年的时间也差不多了。小金，给他一滴你的生命精华吧，谁叫咱们欠人家的人情呢？这个东西能让它快速恢复。好了，既然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，那我就静静的等待了。另外，我想在这儿开辟一块土地，用来种点灵草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20年的时间，在这几乎一成不变的幽冥森林当中，是很短暂的。最后的时间结束，陈长生也不得不进行下一次沉睡，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同一个地方进行2次沉睡。盖上棺材盖子，让小金回到心脏。陈长生直接让系统把沉睡时间拉满，长达1280年的沉睡开始了。陈长生陷入了沉睡，他的思想和认知也在这一刻停止了。然而他停了下来，整个世界却不会。陈长生离开子府圣地2150年，子府圣主乌力承载了天命。从乌力在中营出现，到他承载天命无敌天下，整个过程也就花了3000年左右。如此精才编译之人，数十万年以来也只出了这么一个。乌力承载天命之后，第一时间就去了一趟荒古禁地。面对这位旷世绝伦的天命者，哪怕是荒古禁地也要礼让3分。然而此次荒古禁地之行并不愉快，乌力似乎是与荒古禁地发生了争吵。等乌力从荒古禁地出来的时候，有人看到乌力指了一下荒古禁地，似乎是在告诫着什么。对于这样的情况，世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。根据调查，乌力当年承载天命，背后好像有荒古禁地的支持。既然这样，为何又会闹出不愉快呢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世人不再觉得乌力敌对荒古禁地了，因为乌力亲自征战了圣虚禁地，那一战直接把圣虚禁地打出了中庭之地。征讨禁地之后，乌力又亲手炼制了一柄长矛，这长矛从中红之地被抛出，然后跨越1000万里，定在了北漠佛国的命脉之上。
长毛立于北漠佛国1天，北漠生灵不得踏出北漠半步。一毛镇压1周，这就是天命者的霸气。做完了这3件事，乌力公布了所有修行境界，并将修行能量的称呼从灵力改为神力。自此，天下彻底稳定，整个修行界开始蓬勃发展。今天是陈长生沉睡的第1000年，整个森林还是像以前那样安静。突然，幽冥森林开始晃动了起来，死人潭中无边无际的尸潮也睁开了眼睛。天空被人直接撕开了一条口子，一道人影漫步走了进来。陈长生用尽一切手段也无法在幽冥森林飞行，但眼前这个人却并没有受到影响。他扫视了一下这个空间，随后缓缓降落，来到了棺材面前。众多树根将棺材包裹，一道透明的空间之门也打开了，背后是无穷无尽的尸潮。见状，那人影笑了：“放心，我不是来伤害他的，天下谁都可能杀他，唯独我不会。”听到这话，包裹着棺材的兽根缓缓松开，而那人影也轻轻地推开了棺材。老师，你总是能适应周围的环境，幽冥森林这样的地方，你都能过得如鱼得水，你比我厉害多了。然而，当乌力刚想伸手去触碰陈长生时，一道金光阻止了他的行为。主人说过不准碰，不然打你的屁股。感受到金蚕谷传来的信息，乌力先是一愣，随后开怀地笑了：“老师呀，老师，你还是这么算无尽策，连我来这儿你都猜到了。只可惜我马上要走了，最后的道别可能要等很久。不过这次换成你来找我们了。另外，我在外面给你留了一些礼物，估计你应该会喜欢。”说完，乌力盖上了棺盖，转身离开了幽冥森林。在走出空间裂缝的时候，乌力转头对幽冥森林说了一句：“我不管你是谁的后花园，如果你敢伤害我的老师，你和你背后的人都要死。”说完，乌力走进了虚空之中，空间裂缝合拢，幽冥森林也解除了戒备，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280年之后，咦，我这些衣服怎么直接碎了自己？陈长生脸上满是问号。根据经验，只有行动后衣服才会化灰，现如今刚睁眼就光溜溜的，很明显是沉睡时发生了移动。正当疑惑时，金蚕谷传给了一段画面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画面中的乌力并不清晰，关于他离开的记忆被抹除了。臭小子，居然和我卖起了关子。不过既然你想玩，那我过段时间就陪你玩玩，看我到时候怎么抽你。自言自语说了几句，陈长生把目光看向了自己的系统面板。宿主陈长生。系统，话说你这些数据的衡量标准到底是什么？实力的衡量标准可是很模糊的。回宿主，各项数据的衡量只参考宿主本身的实力，并不包括外物，比如法宝、阵法一类。但类似金山丝之类的宝物也会加入衡量标准，因为它已成为宿主身体的一部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为什么把某一个属性提升到下一个境界，我的实力不会提升？单一升级某个属性，并不会全面提升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如果我现在把防御提升，其他还是老样子，那如果提升灵力会怎么样？宿主修为提升，有了修为支持，其他属性会增长很快，所以增加灵力属性是最优选择。宿主也可选择平分。有道理，帮我把所有属性点加在防御上。系统，我感觉刚刚的话白说了。让系统把所有属性点都加到防御之后，陈长生穿好衣服走出了石棺。宿主，你只是长生，并不是不死。如此偏执的增加防御，若是有一天你遇到了强敌该怎么办？系统，你不是生灵，所以你不会有生灵的情绪。其实增加实力才会死得更快。我不理解宿主的意思。人是有欲望的，当实力增加之后，就会去接触更高的层面。虽然从理论上来说，只要我无限加点，就能天下无敌，但这终究只是理论，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。就算我的属性点达到了天命者的程度，那天命者就真的不可被杀死吗？对于陈长生的话，系统沉默了一下，似乎是在分析。但宿主也可以选择躲起来沉淀一段时间，等实力足够高的时候，被杀死的危险就会减小许多了。道理是这样没错，但想要达到你所说的那种程度，
少说得几千万年，乃至上亿年吧。我断情绝育引泄几千万年，就为了出来的时候天下无敌，变成孤家寡人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你还不如直接找一块石头当宿主，因为石头会永远待在原地不动。无法理解生灵情绪，为什么有最好的捷径不走，非要去走那些蜿蜒曲折的道路？这恐怕就是奇迹诞生的原因吧。如果一切都按部就班，那世上就不会有奇迹发生了。本系统无法判断宿主的话是否正确，但时间会证明一切。说完，系统的声音消失，陈长生也没有继续闲聊，而是观察起了周围的环境。沉睡了1000多年，小黑想要痊愈还差700多年，自己或许该找点事情来打发这无聊的时间。我看了一下，你这里自成天地，似乎是想要演化什么，但是你这里的情况有点单一，要不我帮你完善一下。面对陈长生的提议，小树苗摇晃了一下，似乎也表示了赞同。见状，陈长生的嘴角微微上扬。既然你同意，那我就给你说一下我的计划了。不过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收益，我要拿30%。这个计划是这样：把那里除一下草。对，就是那里。几十只双脚站立的兔子正拿着农具在忙活，这些兔子身上都像人一样穿着衣服，而且它们居然会像人类一样分工合作。看着周围欣欣向荣的场景，陈长生满意地躺在了摇椅之上。750万年前，自己向幽冥森林提出了完善计划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全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忙活。可是到了后来，陈长生发现自己一个人根本就弄不完，因为幽冥森林实在太大了。直到有一天，2只兔子跑了进来。看到这2只兔子，陈长生顿时有了灵感。幽冥森林里这么多妖兽，自己完全可以找他们帮忙呀。虽然这些妖兽的灵智不强，但自己可以帮助他们，再加上幽冥森林的催熟功能，要不了多久，自己就能弄出一批拥有灵智的妖兽。有了开头，后面的事情就简单许多了。兔子是一种繁殖极快的生灵，10年时间不到，这种拥有灵智的兔子就遍布了整个幽冥森林。现如今，整个幽冥森林的环境都是这群兔子在打理。想到这儿，陈长生右手一伸，一个墓碑就递了过来。美美的喝上一口鲜榨灵果汁，陈长生顿感神清气爽。兔18，你老婆今天应该要生了，待会儿去地里拔10根千年人参，就当是我的贺礼了。闻言，陈长生身边1半人来高的兔子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与其他兔子相比，这兔18显然要大上许多。不用不好意思，整个兔族现在由你管理，你的能力我是看在眼里的。我和小树商量了一下，他匀出一部分灵药给你们当酬劳。你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一定的体系，要是没有报酬，容易出问题的。陈长生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去呀？话音未落，一只纯白色的大狗跑了过来。只见这只大狗体型优美，比狼群中的狼王还要完美几分。跑动起来的时候，一身白毛像流水一般biến动，乍一看上去，似乎比天上的白云还要柔软几分。没错，眼前这只大狗正是先前重伤的神兽白泽。小黑，你好歹也是神兽，算得上是狗类上的极品，所以你能不能注意一下形象，不要整天乱叫。哼！陈长生，你过分了！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不要叫我小黑。另外，我不是狗，我是神兽白泽。面对白泽的气急败坏，陈长生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。我知道你是神兽白泽，但我就想叫你小黑，有问题吗？另外，神兽也是兽，自然要分清楚类别。就你这体型，不是猫科类就是犬类，是猫是狗，你总得选一样。反正你不可能是人，所以你到底是想当猫还是狗？听到陈长生的话，白泽的嘴角在不断抽痛。要不是看在他九死一生救自己的份上，自己绝对咬死他。唉，你厉害，我说不过你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去？从我清醒开始，
我们已经在这儿待了30年了，你难道不无聊吗？不无聊呀，我觉得待在这里蛮好的。出去干什么？不是，我这种了无牵挂的神孝都没资格说这种话，你凭什么有资格？你在外面经历了这么多，难道你的心一点都没受影响？为什么要受影响？只要心境足够，一切事情都会变得美好。正所谓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。只要不给自己添加枷锁，人间何处不是仙境？他们不像你，老死是他们无法避免的事情。你自己算算，你来这儿已经多久了？你说的有道理，我确实在这儿待了很久，也该出去转转了。这里的环境，你只要顺着这个方向推演下去，一定会更加完善。但我有些事情要离开一段时间了。我知道你舍不得，但天下终究没有不散的宴席。你我相遇是缘，离别也是缘。另外，我还欠你一个承诺，这就说明我们还有再见的一天。这片树叶可以指引你找到我，若是有时间，记得回来看我。一言为定。对了，我还有个朋友也受伤了，情况和这傻狗差不多，不过他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没有一点实力。你有办法救他吗？这是万物精华，一滴用来救你的朋友，一滴用来给你保命。等你有一天回来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带很多种子给我。没问题，我一定把世界上的种子都给你带一份。陈长生，这是哪里？我们真的出来了吗？我们确实离开了幽冥森林，但这是哪儿我也不清楚。先找个人问问吧。乌力那个臭小子，居然敢趁我沉睡的时候看我的洋相，等回去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这里是黑风山。黑风山是什么地界？没听说过呀。让我想想，黑风山好像是西周边境的一个地方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里距离子府圣地应该有200多万里。原来是西周之地，你可以滚了。今天的事不准泄露，不然小心你的狗命。没放心，小的一定不会乱说的。你还是这么急躁。哼。这2位前辈找子服圣地干什么？子服圣地不是早在800年前就飞升了？妈妈，我遇到仙人了！走了，都走了。中田3大圣地都消失了。800年前，乌力竟然带着他们飞升了。我觉得这个名字比天命者更好听。陈长生，你这个徒弟可比你厉害多了。不是，你在担心什么？你徒弟比你厉害，你不是应该高兴吗？乌力不是一个能舍弃牵挂的人，这片土地承载了他太多的记忆，无论什么情况他都不会离开的。可现在他偏偏走了，还是带着所有人一起走的，这足以说明800年前的飞升有问题，他应该遇到了麻烦。没你想的这么严重吧？如果真是麻烦，昆仑圣地怎么也走了呢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但你没发现吗？自从圣虚禁地被乌力赶出中殿，天下再没有他的消息。如果圣虚禁地是因为惧怕乌力躲了起来，那么荒古禁地怎么解释？他为什么也不见了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找到他们，是死是活，终究要确定一下。跟随了他这么多年，自己太了解他了。为了一条狗，他都能孤身硬闯幽冥森林。现如今，他在这世上仅有的故人都不见了。无论花费多长的时间，他一定会去寻找他们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去找他们？子府圣地的飞升之举是中田所有人都看见的，我们俩总不可能一直往天上飞吧？你好歹也是神兽小黑，根据古籍记载，你能通万物之情，晓天下万物状貌，乃是世间罕见的瑞兽。按道理来说，你不应该会想出这么白痴的办法。那你倒是说个办法呀！所有人都看到他们飞上去了，不往上飞，我们怎么找？哼，
看事情不要只看表面，乌力他们绝对不是简单的飞升。如果他们是要去一个更好、更舒适的地方，你觉得他们会不给我留下线索吗？在幽冥森林的时候，乌力来看过我，那情况摆明了就是做最后的道别。若是按照这种情况推测，我的那些故人是不会给我留下线索的。但他们百密一疏，终究是漏了一个破绽。啊，纳兰性德！没错，就是他。当时你和纳兰圣德的伤势差不多，我去幽冥森林，一是为了救你，二是为了救他。幽冥森林这个地方得天独厚，我不认为天下会有第二个这种地方。如果他们把纳兰士德给带走，那么纳兰士德只有死路一条。你觉得公孙怀玉会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吗？公孙怀玉对纳兰性德爱得死去活来，他是绝对不会让纳兰士德断送最后一丝生机的。保不齐他还会留线索。不过乌力不会想不到这点，他估计会限制公孙怀玉的行为。是的，乌力确实能管住他这个徒弟，但是我还有帮手，而且这个人他管不住。谁？曾经的瑶光圣子扶摇。我救纳兰性德，扶摇永远欠我一个人情。他太了解我的性格了，他知道我一定不会赞同乌力的做法，所以他会留下线索。啊！可是传闻说扶摇已经死了1000多年了。障眼术罢了，这种人不可能这么平淡的死去。至于到底死没死，我们去挖一下不就知道了。不是，我们来昆仑圣地干什么？扶摇是瑶光圣地的人，挖坟也得去瑶光圣地才对啊。终于找到了，扶摇的经历是令人唏嘘的。准确的来说，他的一切悲惨经历都是瑶光圣地造成的。除了当年的灭门惨案，扶摇这么多年来一直被瑶光圣地束缚，挣脱不了这个泥潭，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生前挣扎在苦海之中，死后又怎么会葬身污泥呢？蝴蝶谷是纳兰性德的居住地，这里只管救死扶伤，从不参与争斗。说是人间一处干净之地，也不为过。就算是假死，扶摇也会把他的坟葬在这里的。阔别多年，陈兄还是一如既往的洒脱。挖坟掘墓之事，天下间无人能出陈兄其右。既然陈兄都找到这儿了，那就为在下立个碑吧。陈长生，这家伙骂你。哼，我知道，挖人家的坟被人家骂一下很正常。另外，这家伙还在笑我，居然要找他帮忙。这个仇我记下了，改天一定要找回场子。线索这不就来了？不是，亲兄弟也不一定有你们这么默契吧？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？你懂个屁！这叫惜英雄重英雄，英雄之间总是惺惺相惜的。不了解，说明你不是英雄。对了，你本来就不是英雄，因为你压根儿就不是人。不是人怎么了？我不见得比人差。人族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改天我一定要收很多很多的人宠，到时候看你怎么说。想去就去呗，如今是人族的时代，你敢这样做，那就等着被人宰了熬汤吧。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到时候我一定大吃10斤。你别嚣张，人族现在是老大，但不可能永远是老大，总有一天妖族也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。行行行，那我就提前祝贺妖族主宰天下了。把纳兰士德背走，先找个僻静的地方再说。脱胎换骨，这手段真是惊为天人呀！幽冥森林能有如此神奇的手段，那你说，创造幽冥森林的那位又该是怎么样的强大？别问我，我就是条狗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小子，
睡的时间够久呀。拜见先生。别搞这些东西了，我不喜欢。我出现在这儿，你应该知道我要问什么。先生，天帝临走前曾叮嘱过，不准我泄露任何信息给你。如今你来问我，这岂不是让我为难？小子，乌力跑得早，我收拾不了他。现在你听他的话，不听我的话，你是觉得我收拾不了你？先生息怒，先生息怒。既然知道怕，那就如实交代。乌力为什么会带着所有人一起走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个时候我已经被封存在兽血石当中了，所以圣地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不过怀玉来找我聊天的时候聊过几句，这件事情要从先生离开圣地之后一位女子的到来说起。下界不完整，这是我第2次听到下界这个称呼了。看样子3大圣地离开，应该和圣地的来源有关。我问你，乌力做这件事有把握吗？先生比我更了解天帝，如果他有把握，会这么瞒着先生吗？当初离开的时候，怀玉和我做了最后的离别。虽然他的语气很平淡，但我听得出，当时他已经有了必死的信念。胡闹！我和他说过很多遍，这种事情要谋而后动。他才承载天命多少年，居然敢带着这么多人征战险地。还有李念生也是，居然和一个小娃娃一起胡闹。真以为过了几千年，我就管不了他了吗？拿来。先生，怀玉留给我的线索被天帝收走了，而且天路已断，就算知道方法也上不去了。我说的不是公孙怀玉的线索，扶摇把你藏起来，肯定还留了其他的方法。你是打算挨揍一顿交出来，还是直接交出来？扶摇说过，这条路是一条小路，只能允许1、2人通过，而且这条路一旦用过就会作废。先生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我怎么考虑不用你担心。我现在更想知道你是怎么考虑的。你老婆生死未卜，你这个做丈夫的难道就不管了？先生说笑了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，我能做些什么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走一走，看一看。之所以不想把这个玉简交给先生，完全是担心先生的安危。说人话！我要找到自己的道，然后干死那些打我老婆的人。你把玉简拿走了，我怎么上去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都是些将种。刚刚我顺手帮你开辟了泉眼，你也算是一个修士了。脱胎换骨之后，你已经可以修行。至于能走到哪一步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所以你现在可以滚了，看着你就烦。等等，修行资源够不够？我这里还有一些。另外，你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功法。先生漫步时间长河，想必凭借的不是修行资源和功法吧？在下读过一些书，所以想从书中找这天下的道理。说实话，我觉得修士之流不应该像72狼烟那样粗鄙。哼，实力不强，口气倒还不小。你怎么不当着公孙怀玉的面说这个话？在下是爱护妻子之人，怎么会伤他的心呢？怕老婆就怕老婆，说的这么冠冕堂皇。上天之路我会给你重新找一条，省得你说我抢你的东西。既然想走自己的道，那就滚吧。待你大道有成之日，我来给你当学生，看看你的道是什么样的。唉，都是一群不省心的东西。走吧，我们去给那群将种收尸。人总是要落叶归根的，怎么能让他们孤独地漂泊在外面？这就是扶摇口中的登天路。陈长生，
这登天路终究是要走一遭的。不过在踏上这登天路之前，你能不能透个底？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哼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准备死战不退，你怎么办？你这人会不会说话呀？就算你要死战不退，那你也应该先把我骗上登天路，然后再告诉我。现在你突然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这次我就当没听见，你重新说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我就是想给故人收尸罢了。不是我叫你骗一下我，你也不至于拿我当白痴呀。就为了收尸，你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，走上这有去无回的登天路，骗3岁小孩也不是这样骗的吧？你为什么觉得这是个谎言？这不明摆的吗？因为一点小事，冒着把命搭上的风险，这种事情怎么会有人做？小黑，你是神兽，你甚至比一些人还要聪明许多，但你对这个世界了解的太少了，你还没有理解什么叫人性。在凡人的世界里，一直都有落叶归根的说法，这个说法在修行界会淡上一些。好几千年前，我游历凡间的时候，碰到过一种职业叫赶尸人，他们会利用一些粗糙到不能再粗糙的法术，让尸体行动起来，然后陪着尸体走回尸体的家乡。人们之所以会花大代价请赶尸人出手，就是因为想让故人落叶归根。狐狸已经承载天命，并且号称荒天帝，他都打不过的敌人，我大概率也是打不过的，至少现在是这样。如果他们真的死了，我只想要把他们带回来，仅此而已。我还是不理解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。人都已经死了，你想办法替他报仇还说得过去，但是冒着风险把尸体带回来有什么用？他已经死了，你为他做的一切他根本就不知道。不理解没问题，我换个你能理解的方式来说，如果我死在登天路上，你会看着我的尸体冷冰冰地停留在哪里吗？我好像明白你的做法了，虽然我会给你收尸，但我还是建议你好好活着。这个登天路一听就很凶险，你要是死了，我真不一定能把你带回来。放心吧，800年前乌力他们就出发了。再激烈的战斗，800年也该落下帷幕了。我们俩真不一定能碰到敌人。有道理，那我们赶快出发吧。搞不好乌力已经成为一方霸主了，我们去了也能沾沾光。死狗，你就不会变小一点吗？你挤到我了！不要，好不容易恢复正常状态，我才不要变回以前的样子。乌力的手段，像是他的作风，我实在无法想象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敌人，会让那臭小子如此孤注一掷，亲手断了登天路。他不但是为了阻止我跟来，更是为了斩断自己的后路。看样子，他这次真的遇到大麻烦了。陈长生，还要继续走下去吗？怎么了？我在这条路上闻到了那2个丫头的气味，而且很浓郁。仅仅只是受伤，味道不会那么浓郁。他们很可能已经被打得粉身骨了。陈长生这一走，便是整整50年。5898具陌生的子府圣地新弟子尸骨进入奇观。我去，割裂空间自成小世界，这手笔也太大了吧！哼，偷偷的溜走也不告诉我一声，你们是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不告诉你，这是我们所有人商量之下的结果。你生性洒脱，情况又特殊，如果让你掺和这件事，那就相当于把你永远困在了牢笼之中。我好歹也是你师兄，怎么会让你被困住呢？狗屁！上清观的观主本来应该是我当的，如果不是我放手，能有你的份儿。所以按道理来讲，我应该是你的师兄。世界上没有假如，上清观的观主是我，而且我辈分比你大，所以你永远都只能是师弟。哼，
我给你10个呼吸的时间重新组织预言，你要是还坚持这个言论，那我的百花酿就不给你喝了。是当年酿造的吗？没错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想不到你居然还有，快拿出来给我尝尝。百花酿这些年来我也弄过一些，但始终没有曾经的味道了。好酒，这就是曾经的味道。最后还能品尝一口百花酿，真是死而无憾。这酒坏了，入口之后苦涩难咽，改天我再酿一坛新的。不懂不要乱说，这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的酒了。对了，埋葬三师兄的时候他尝了吗？当时情绪有点激动，我给忘了，等把他埋下去之后我才想起来，所以我只好把酒倒在他的坟前，而且还是和其他师兄加上史师傅分一坛，毕竟他们喝完了我就没得喝了。哈哈哈，三师兄好酒如命，他要是知道这件事儿，他得气得爬出来抽你，大师兄都拦不住的那种。我运气比他们都好，我亲自品尝到了这坛酒，下去之后我一定要好好炫耀一下。诸位，我是个卖棺材的，按道理来说我大概率会替你们入葬，可你们是我师兄最后的见证，你们的存在会证明不败道人的辉煌，所以我就不替你们收尸了。一杯薄酒算是在下的诚意。师兄，当年我给你们都准备了棺材，现在最后一句你也用上了，上清宫算是团聚了。不是，你们不要这样搞行不行？都走了我怎么办？该死的人都已经死了，活着的人还好好的活着。你的目的已经完成了，你该回去了。别这么着急赶人走呀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问你呢。两丫头出事了，受了重伤，被乌力请人带走了。谁？你的小情人李念生。哎，你可别乱说，那可是我妹子。有血缘关系吗？没有。那就是小情人。相识一场，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棺材怎么样？我很喜欢。帮我整理一下仪容，我要以最美的状态死去。另外，我这份神识还有一会儿就消散了，有什么想问的，你要抓紧时间。还在喜欢我吗？我已经忘了喜欢是什么感觉了。那为什么你的心里还有我？因为人总会被年少不可得之物困其一生，我永远都会记住那个剃光我头顶狼毛的混蛋。无力能成功吗？不太可能，所有人都盯着下界，他想要展开被折叠的下界，这等于惹怒了所有人。如果想要成功，还需要再来一次。我的手艺越来越好了，这是我几千年以来最得心应手的一次。自己竭尽全力，终究还是没能一直走在他的前面。能抱着我吗？我不想一个人孤单的死去。这可不行，我还是一个黄花大小伙子，莫名其妙的抱着你这么一个大美女，我以后怎么找婆娘？找不到就找不到吧，大不了我给你当婆娘。这就更不行了，你是狼，我是人，我们以后生下的孩子会是狼人的。我在你心里的身影会被时间所冲淡吗？会。那你会忘记我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一块石头你可以把它打碎，甚至打成粉末，可无论你再怎么攻击它，你只能让这块石头的变得更小，而不是彻底消失。可是这样的话你会很痛苦的。世人皆说最小莫过于针尖，就算故人在你心中占据的位置比针尖还小上千万倍，但随着时间的流淌，你的心终究有一天会千疮百孔，为了一些死去的人，不值得。走上这条路，我的心就注定要千疮百孔。长生虽好，但也有些时候也会让人分不清生死的界限。心痛的感觉能时刻提醒我还活着。帮我变回原形，我想像曾经那样被你抱着。天命虽然强大，但有些时候也会成为阻碍。这条登天路其实是乌力的天命。登天路断了，乌力的天命同样也是如此。太多人在背后谋划下界了，你要小心，天命的秘密远不止于此。
老师，再见。想要我天命，我偏不给你们！有胆子就来拿吧！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？长生哥哥，这次轮到我来保护你了。想跑？没那么简单！把天命交出来！后辈，你的拳还不够强，你需要更多的积累。有朝一日，你的拳会强过我。今日送你一场机缘。拜拜仙尊，你找死！哼，想要我的命，那要看你的骨头够不够硬。陈兄，我们很快就会相见的。我们的约定依旧有效。擦，我的耳朵都快聋了。不是，一点挫折而已，你怎么摆出这种怂样？这次打不过，我们下次再去打不就行了？总有一天我们能打赢的。我当然知道我能打败他们，可是打败之后呢？死去的人还是不会复活。既然你这么怕失去，那你当初为什么不拦着他们？只要你发话，他们一定会听你的。我为什么要拦着他们？他们是1顶1的天骄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选择。如果害怕失去他们，就把他们当成金丝雀一样关在笼子里。我陈长生做不出这样的事。那你就努力变强呀！当你成为最强的时候，你身边的人就会少死一些了。别慌，我不是心灰意冷，我只是想静一静。这么多故人死去，你就不能让我难过一下呀？我是人，又不是石头。还有，他们这么多人打我徒弟，我不得慢慢想清楚该怎么打回去。唉，突然有些累，我想一个人静静，你自己出去玩吧。你需要冷静多久？100-200年吧，反正现在急也没用，无力舍弃天命，新的天命者一定会在此出现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人不是扶摇就是张百亿。等他们出现了，我要找他们好好说道说道。那我怎么找你？不用你找我，到时候我会来找你的。这修行界真是让人讨厌，还是凡间适合我。算命喽，算命喽！有缘者分文不取，无缘者万金不算。陈长生，你就别再吆喝了，要是又有人被你骗了，小心挨揍。王婶，我也不想算命呀，可是这太平盛世，棺材铺的生意不好做，再不找点兼职，我吃什么？对了，今天有没有3鲜包子？有，特意给你准备的。系统，这一世的天命我真的不能承载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从理论上来说，你目前的实力不足以承载天命。通俗的说法就是你太懒了，不配承载天命。系统，这话就有点过分了，我可是很认真的在修炼的。这180年的时间里，宿主每天只会修行半个时辰，剩余的时间都会用来吃东西、睡觉、闲逛、抢小孩子的糖葫芦。这也不能怪我呀，最后一串糖葫芦被二狗买了，谁叫他不分给我吃的？
我以前都分给他包子吃的，他却不分我糖葫芦吃，这不公平。宿主，你在凡间游历了180年，根据你的行为分析，你应该是在寻找一个人。你觉得这样的人会存在吗？我也不清楚，但我总感觉这样的人是应该存在的，因为生灵往往能创造出很多不可能发生的奇迹。承载天命的乌力喋血登天路，如果我承载天命，我不认为我现在能强过乌力。说得更简单一些，再让天命者去走登天路，只不过是重蹈覆辙罢了。所以我要找一个比天命者还要强的人。宿主觉得这个想法可能实现吗？天命者从数据来说是整个世界的最强者，既然是最强者，那就没有生灵能超过他，至少单对单不可能。事在人为，如果天命者真的是最强，那么乌力当年就不会喋血登天路。客官，上来玩呀！13，快去把粪桶刷了！小红姑娘已经说了3次了。今天可是3鲜馅的包子，你要吃吗？想吃。求我。不是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犟呀？说句软话会死吗？你宁愿饿着，也不愿意吃这口包子。真的不求我？你在万花楼打杂，无非就是想给傲雪红梅赎身。可傲雪红梅是万花楼的花魁，曾经有富商出1000两黄金也没能成功。靠你这每月1000银子的供血，你得攒到什么时候？你只要肯开口求我，哪怕只是随口说一句，我也帮你达成所愿。行吧，那我们就慢慢等。我倒要看看，你会不会开口求我。时间在缓慢的流逝，偌大的金山城每天都在发生着事情，但有一件事却让整个金山城津津乐道：金山银海庄的2少爷赵克要纳妾了，对象竟是万花楼的花魁傲雪红梅。这300两银子马上就是你的，你说一句话，我扣10两；你碰我一下，扣50两。能拿多少钱，就看你自己的了。公子看不上奴家很正常，公子不让奴家碰，那奴家就不碰了。人和人都是一样的，没有谁天生就比谁高贵。如果我身处你的情况，我可能过得还不如你。这300两银子是你为我剥瓜子的钱，所以你大可安心收下。这位公子已经接连来这5年了，既不动手动脚，也不着急进房间，这样的客人在万花楼简直就是一股清流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只要有姑娘给他做事，总会收到不少的打赏。这种喜欢更像是一种尊敬，因为只有他把这万花楼的姑娘当人看，而不是宣泄情绪的工具。好了，停手吧。陈公子，这杂碎违反了规矩，我们不处理他恐怕说不过去呀。规矩当然要遵守，但是你们在下面喊打喊杀，我的雅兴都被你们败光了。这100两银子就当给你们喝茶的钱，把他赶出去吧，我不想看到他。他知道陈长生在这儿，只要自己开口，陈长生一定会救自己。可是他没有开口，哪怕他会被这些人打死。真是一个犟种。啧啧，遇到你真是我的报应，但按理来说，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报应呀。送人入土为安，这可是积阴德的事情。
为什么我偏偏就遇上了你呢？看样看子我埋的人还是不够多。不是，你好歹给块成色好的行不行？而且你觉得这点钱够付你的药费吗？我知道这点钱不够，剩下的钱我会还你。你知道我给你用的药值多少钱吗？10万两黄金，只能看上一眼。10万两黄金，我知道我还不起这么多钱，但我还是会还你。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就会还你一天的钱。等我什么时候死了，这个账就两清了，因为我死之后没办法还你钱了。这样算下来我不划算呀，要不你把你的命卖给我吧，这样比较公平一点。我的命我还有用，所以不能卖给你。如果你还是觉得亏，我身上这些药膏你可以取走，或者你可以把我打成原来的伤势。5年，我在金山城待了5年，也守了你5年。这5年时间里，我想了无数办法让你低头，可你始终没有低头。我陈长生遇到过很多人，但像你这么倔的，我还是第一次碰见。照这样看，我恐怕永远都无法让你低头了。这样吧，我们来做一个交易，我帮你变强，你帮我做一件事，事成之后，你我两不相欠。变强？可以。你要我帮你做什么事？这个你暂时还不需要知道，因为你还不够强。对了，只知道你叫13，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呢。我没有姓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你就跟我姓吧。从今以后，你就叫陈13。你是仙人？可以这样认为。那你为什么会选中我？难道我是万中无一的天才？不，你的天赋可以说是烂到了极致，我很难再找到一个比你还烂的了。天赋差点就差点吧，有些时候天赋并不能确定一切。既然我答应帮你变强，那你就选一个变强的方向吧，或者说，选一样武器。我要练剑。你还真挑了个我不太擅长的东西，要不我教你拳法吧，一拳打出天崩地裂，诸神退避。我要练剑。不喜欢拳法也没问题，我教你阵法，以山川河流为势，以天地为阵，翻手之间定叫敌人灰飞烟灭。我要练剑。不是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犟？剑法我虽然会，但这不是我最擅长的东西，如此一来我怎么能让你变成最强呢？你遇到过最强的人吗？遇到过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？因为那个最强的人只成功了一半，这件事太难了，哪怕是最强的人都只能完成一半。你刚刚说了，我的天赋很烂，所以我大概率成为不了最强的人。我能做的，就是挥出我手中的剑。至于我的剑能不能帮到你，那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，我只负责出剑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我这里有本基础剑法，你先看着。我有事出去一趟，你先待在这儿吧。那个男人为了娶你，倒是下了血本。多谢你今日出手相助，谢谢。5年前你15岁，他11岁，你是万花楼的丫鬟，他是逃难至此的乞丐。你用一个鸡蛋救了他一命，并且央求万花楼的妈妈收留他。如果没有你，他很可能已经饿死了。5年的时间过去了，你成为了万花楼的花魁，他依旧是最低等的杂役。不过让我想不通的是，你为什么在成为花魁后从不与他见面？应该不是身份的原因吧？毕竟在成为花魁的1年后，我就与你见面了。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想帮他，而且你也知道他的成就不会局限于一个小小的金山城。
我知道他喜欢我，但是我不能见他。为什么？我一无所有，如果他只想玩弄我的身子和破败的感情，那给他便是了，我无所谓。如果他认真，我反而要考虑。可你知道他不会在乎这些，只要你们是真心相处。可是我在乎，成亲、未来、幸福，这些东西都是他应该拥有的。他喜欢我，我也在掂量着我自己的分量。我给不起，也配不上。5年的时间，我每时每刻都在暗处看着他。他虽然做着最脏最下贱的事情，但他的眼睛还像5年前那样清澈，他的心还是像5年前一样纯洁。这样的人值得让更好的女子去爱，而不是喜欢上一个像我这样的风尘女子。你是仙人，你或许有办法让我脱胎换骨，舍弃这肮脏的身体，但我的心脏了，你有办法换吗？可惜了，他要是早点求我，我就能救你脱离苦海了。不可惜，陈13其实很聪明的，他早就知道了我的命运会怎样。4年前他偷偷的来找过我，他问我想不想离开这里。我知道陈13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，以他的能力没有办法做到这一切，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要帮他。仙人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回答他的吗？那段时间看得不太紧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，你是怎么回答的？我告诉他，不用为我去改变自己，我心中的陈13不会向任何人低头。陈13的性格太执拗了，他情愿丢掉性命，也不会向任何人低头，但他却愿意为了我低头。他把最好的东西给了我，他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男子。若有来世，我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嫁给他。这样做值得吗？不值得，但这是我们这些凡人仅有的东西了，这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。身处这滚滚红尘当中，每个人都会身不由己。我和陈13是幸运的，因为我们可以向仙人你求救。但是仙人能救得了天下所有的人吗？仙人确实可以帮我们解决所有问题，可是当有一天出现就连仙人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时，我们又该去求谁？陈13和我都明白这个道理，也更明白求人不如求己。你说的很对，仙人也不是无所不能的，有些时候求人真的不如求己。我要带他离开这里了，你要见他最后一面吗？不用了，我和陈13已经在心里见过了，再次相见也只不过是多此一举罢了。你知道赵克是什么人吗？知道。真的不走？不走。以前我认为命运是不可逆的，事实证明命运确实是不可逆的，但是你们却让我看到了顺从和反抗之间的第3条路，承受命运。但命运却打不垮你们，你们站在世界的顶峰嘲笑命运的无能，你们真的惊艳到了我。你为什么不继续练下去？以你的性子，我觉得你会练到自己昏死过去，这样也正好证明你变强的决心呀。我练剑只是为了变强，不是为了你，更不是为了向你证明什么决心。有道理，不过你这剑术怎么看着怪怪的？你天赋就算再差，也不至于连基础剑术也练不明白吧？我是按照你给的剑谱练的，但是我不识字，所以就只好照上面的图画练了。剑谱上的文字是告诉你出剑应该如何发力，你光看图画不怕练错吗？还有，你不识字可以直说，我教你不就行了？我以为你不会教我，毕竟你和我只是达成了一个交易，既然是交易，那你就没有义务做一些交易之外的事情。唉，
这事怪我，是我没有考虑周到。从今以后你叫我先生，我不但会给你变强的方法，更会教你如何变强。不过在变强之前，我们应该先吃点东西。这算是在讨好我吗？不是，这些肉是你拿出来的，烤肉的人却是我。我虽然有资格吃，但第一块肉应该给你。好。仙人的世界是怎么样的？仙人的世界比凡人的世界更加波澜壮阔，但也比凡人的世界更加肮脏和残酷。那你觉得我能在仙人的世界里活下来吗？大概率是不能的。拥有绝顶天赋的人或许会像你一样犟，但他们可以活下来，因为他们强。像你这种又犟天赋又差的人，不出3天就会暴尸荒野。对不起，我让你亏本了。这倒不至于，毕竟我还是有点厉害的。不敢说让你永远死不了，但至少也不会让你死得那么早。毕竟你死了，我可就亏本了。还是那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会选择我？你应该有更好的选择。因为你犟呀。仙人的世界有太多的弱肉强食了，有些人为了活命低下了他的头颅，一旦低头，他们就会忘记初心。忘记了初心，他们又怎么会变得更强呢？所有仙人都怕死吗？当然不是，仙人和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大多数的人都怕死，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怕死。可是这世界上不是只有生死才能让人低头的，很多事情同样可以让人低头。都说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，但初心易得，始终难守。你这种倔驴，就是那种能守得住始终的人，守住初心。你手中的剑，才有资格斩向天下最强的人。早点休息，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。你的天赋太差，我得想办法让你的身体变得强壮一点。纵观天下，擅长肉体的地方有很多，但是最好的地方一定是北漠。另外，你要做好思想准备。北漠那边的光头打人可疼了。那些光头为什么要打我们？不是打我们，是打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和那群光头有仇，但他们打不过我，所以估计会打你。我是不是上了贼船？傲雪红梅今天要嫁人了。她要嫁的人是赵家二公子赵克。赵克此人生性好色，这已经是他的第18房小妾了，而且他的前10几房小妾的日子都过得不是很好，因为赵克已经玩腻了。由此可见，傲雪红梅的下场不会很好。等我变强之后，我会救他，而且活着去救他。想法不错，但是有个事情我忘记告诉你了。在这5年里，我一直在观察你们2个。我对傲雪红梅的了解，甚至比你还深。她是一个比你还倔强的人。她喜欢你，但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你。你现在走了，她最后的后顾之忧也没了，所以她不会嫁给赵克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当花轿停在赵府门口的时候，赵克得到的只会是一具尸体。
你现在去了也没用啊！赵家人多势众，你一个人打不过他们，而且赵家还有修士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不如这样吧，你开口求我，我帮你解决一切。那个什么狗屁赵家，我吹口气就能让他们灰飞烟灭。我不求你。为什么？这是我的事，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。可是你这样过去，傲雪红梅会死的。死就死，没什么好怕的。红梅会死，我也会死，天下人都会死。死亡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向命运低头。今天的一切是红梅的命，就算没有赵家，也会有王家、李家，去救她也是我的命。我死了，那就证明我的能力不够。我可以倒在命运之下，但我绝对不会向命运低头，所以我更不会求你。既然你不求我，那我们可以做交易啊，就像我们前几天达成的交易一样，我帮你变强，你帮我做事。不用。这又是为什么？人可以有傲骨，但不可以有傲气。难道你要为了你那可怜的尊严，亲眼看着傲雪红梅死去？我不想看到红梅死，为此我可以付出一切代价。可是我已经和你有了另一个交易，我的命和我的后半生都不属于我了，所以我没有东西可以和你交易了。别人或许会用一些蹩脚的理由来和你完成这个交易，但我不会。低头就是低头，任凭说的天花乱坠，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我知道你会在关键时刻救我，因为我们的交易还没有完成。我也知道傲雪红梅会死，因为我拒绝了你的施舍。但总有一天，我会亲自将红梅带走的，哪怕那个时候红梅已经死了。命运可以打败我，但我不会惧怕命运，从而向命运之外的人求救。我是这样，红梅也是这样。好，没问题。我这个人历来都尊重别人的选择。你做你想做的事就是了，我不会出手救你，也不会出手救傲雪红梅。如果你真的死了，我就当我做了一笔亏本生意。谢谢。如果我能活下来，我一定会完成我们的交易。接着，你是一个剑客，剑客手中怎么能没有剑呢？我不擅长剑法，所以手中也没有什么宝剑。这把残剑你就将就着用吧。不过这是我借给你的，以后你要还给我。没问题，我一定还给你。系统，原本我不太喜欢这小子的倔脾气，可是现在我却越看越喜欢。或许我真的找到了能打败最强之人的人。陈13的性格和宿主很像，所以宿主会欣赏他。系统，骂人也没你这么骂的呀。我陈长生做事是懂变通的，怎么会是这种又臭又硬的茅坑石头？长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诅咒。宿主经历了这么多，你向诅咒低头了吗？不是，这完全是两码事。长生这种事情怎么低头？我不可能去自尽吧？如果我自尽，这就不是低头的问题，这是脑子有病好吧？躲在无人可知之地，一个人孤独地度过漫长的岁月，这就是对长生的低头。宿主可以这样做，但是你依旧选择……别，我不听，反正我不是倔驴，谁爱是谁是。别！生平活得太久，都会产生这种幼稚的行为吗？你们这儿的果子还怪新鲜的，我吃2个，你们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前辈若是喜欢，尽管享用，只求前辈留我赵家一条血脉啊！不是，你委屈个什么劲儿？3年前我说你们赵家有血光之灾，你不但不相信，而且你还让人放狗来咬我。要不是我当时跑得快，差点就受伤了。现如今血光之灾来了，那就说明我的卦象是准确的。你应该高兴才对啊，为什么哭丧着脸呢？
就他们这种实力，我打个喷嚏的威料都比他们强。找麻烦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讲道理，其实今天我不是来找你们麻烦的。之所以来到这里呢，他的第18房小妾是我一个朋友的意中人，我那位朋友今天要来抢亲，所以我才来这儿看看的。前辈放心，我马上就出去打断那个小再生的双腿。另外，我赵家院倾尽全族之力，为前辈的朋友和前辈朋友的意中人举办一场风光的婚礼。等一下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前辈，难道你不满意这个做法吗？不是不满意，主要是我有一个问题想不通。赵家二公子迎娶傲雪红梅，一切都合理合法。我现在这种行为摆明了就是欺负人。你们赵家难道一点怨恨和反抗的心思都没有吗？我赵家绝无半点异议。前辈是金山城的天，前辈说我们赵家错了，我们赵家就错了。我等不敢奢求能熄灭前辈心中的怒火，只求前辈为我赵家留下一丝血脉。我理解你们的做法，也明白你们此时的心情，但我现在的行为真的有点欺负人。你们就这样认命了吗？在前辈面前，赵家不敢不认命。这么简单就认命，你们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比起我那位朋友来，你们差远了。前辈说笑了，我等蝼蚁怎么能与前辈的朋友相提并论呢？只要前辈肯放过赵家，我定叫赵克那个混蛋把他所有的小妾都交出来。我现在突然不想听你说话了，你们3个就好好的跪在这儿吧。我那位朋友马上就要来抢亲了，在此过程中，你们不能离开祠堂。之所以制造出这微妙的关系，完全是因为我想看看陈13是不是真不会被命运所打倒。命运之所以会让世人惧怕，那是因为命运出手的时候会尸海累累，血流成河。可有些时候，那些细如春风的命运却更加锋利。身处苦难的环境当中，他们2人可以保持初心，可是当苦难消失，傲雪红梅还能保持曾经的初心吗？他陈13还会始终如一吗？小子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前天在万花楼有人替你求情，我已经饶了你一条狗命，现在你还敢来捣乱？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不敢杀你？红梅跟着你会死，我要带她走。不是，你小子是不是有病呀？你是打算用这点钱在我这儿赎人吗？就算你真的要来找事儿，麻烦你也动一动脑子好不好？你现在应该直接持剑杀过来，然后说上一句：今天我就是要带她走。如果你真这样做了，小爷估计还会高看你一眼。可是你这样搞，是打算让我同情你这个白痴吗？红梅说过，这世界是可以讲道理的，只有在道理讲不通的时候才能动武。4两7钱，这是我的所有，你不同意在情理之中，所以现在我要用我手中的剑带走红梅，这才对嘛！要是杀一个脑子有病的人，传出去之后人家会笑我的。动作麻溜点儿，可不能误了本少爷的吉时。打死之后剁碎了喂狗，省得我看了心烦。系统，我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太残忍了？明明我可以很轻松地解决这一切，但却给这小家伙选择了一个最痛苦的方法。以我的智慧，想出一个既能保住陈13的道心，又能救傲雪红梅的办法，绝对不是什么难事。从理论上来说，宿主确实可以这样做，但是根据本系统的分析，宿主不会这样做。为什么？因为陈13是所有人最开始的模样，倔强、执拗、不认命。修行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对于这句话，年轻的修士深信不疑，而年老的修士却嗤之以鼻。修行是一个变强的过程，生灵之所以追求强大，就是为了不受束缚，寿命的束缚，强者的束缚，天地规则的束缚。所有人在踏入修行之路的时候，都认为会打破这些束缚，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们低头了，就如同赵家一样，为了活命，他们可以抛弃尊严、亲情、财富，只要是生命之外的东西都可以抛弃。这样的做法确实可以提升存活几率，但他们终究丢弃了初心。系统，你说赵田当初踏入修行界的初心是什么？得大逍遥，成为天底下最强的人，不用向任何人低头。那现在呢？维持家族繁荣，小心翼翼地苟活着，并且希望能活得更久一点。几千年前的天骄大会，昆仑圣地天才云集，每一个年轻人都是满怀壮志。虽然有些人的实力并不是顶尖，但他们始终相信自己是最强的，并且以后也会是最强。这其中最为刁蛮的，还是要数左星河的女儿左静。那个时候的她，永远坚信玄武国最强，
他的苏天哥哥最强。面对这个有些刁蛮的丫头，自己略施小计就让她见识到得到了世界的辽阔，让她明白玄武国不是最强，苏天也不是最强。第二次见到她是在子府圣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她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锐气，变得端庄大方、沉稳有礼。不过她没有嫁给苏天，因为她知道自己跟不上苏天的脚步。她的这些变化在所有人眼中都是正确的，其中也包括我，但她终究丢了自己的初心。或者说，左静长大了，其他人同样也长大了。叶恨生、苏天、公孙怀玉、子宁，他们放弃了当初对天命的志在必得，从而追寻起了其他的目标。可是无论他们取得再高的成就，曾经的他们还是死了。唉，我帮你走上了一条最痛苦的路，我真不知道这样是对还是错。如果没有我，你或许就不会痛这么久，这么漫长。宿主，根据设局分析，再过10个呼吸，你所选中的人就要死了。放任自己选中的人死去，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。谁说我放任不管了？我不是已经把真武剑借给他了吗？真武剑可是玄武国左皇的佩剑，对付一些普通人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宿主，请不要偷换概念。真武剑的剑灵已经陷入了沉睡，一个凡人唤醒剑灵的几率无限趋近于0。用生灵的说法，你这是在看着他死。是的，我就是打算看着他死，同时我也在等他给我创造一场奇迹。如果真武剑的剑灵因为陈十三而苏醒，那陈十三就会成为创造奇迹的人。强如乌力都在登天路上点血，他如果不能创造奇迹，凭什么去走乌力没走完的路？如果不能在某些方面超过乌力，那他还不如早点去死，毕竟这样他还能少受一点世间的苦。你难道不怕死吗？既然你怕死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来？怕，在你的命运中，只要你做出来这个选择，你就一定会死。难道你觉得他会救你吗？我从来就没指望他会救我。那你觉得我会救你吗？你救不救我，这不在我的考虑之中。我只会想我该做什么。可以让我回去吗？我现在有该做的事情要做，不能和你闲聊。你可以感受一下我的过往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和生灵交流过了。好。你感受到了吗？这就是我经历的一切。我的断裂是命中注定的，就如同你一定会死一样。他让你做的事比我主人要做的事更难，所以很抱歉，我帮不了你，因为我只是一柄断裂的剑，我不能帮助你成为最强。你不用抱歉，其实你能和我说这样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他尝试过让很多人唤醒你，但是你都没有搭理他们。我的天赋这么差，你能主动和我说话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你是第3个在乎我的存在，我其实很开心的。但是我真的不能和你再聊了，我有我的事要做，你能放我出去吗？从这里出去，你的意识就能回归了。等等，还有什么事吗？你为什么能直面命运而不低头？难道就是因为执念吗？这话如果是他问，我一定会冷着脸告诉你，我不会向命运低头，因为我知道他其实比我更看重你。可是他这个人总有点不靠谱，而且我感觉他老爱捉弄我，所以我不想给他好脸色，因为这样他会得寸进尺。哼，如果让他知道这个真相，他一定会气得暴跳如雷。那现在你可以告诉我，你心中最真实的想法了吗？我平时看到的东西不多，除了万花楼的客人和数不尽的粪桶，就只剩下每天的日出日落了。太阳升起就注定落下，这就好比人出生就注定了死亡。虽然人生注定要像太阳那样坠落，但即便是坠落，那也应该具有落日般的华丽吧。人怎么能因为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就变得暗淡无光了呢？我不想变成这样，所以我不怕命运。命运可以杀死我，也可以让我痛苦，但命运改变不了我。即便是坠落，
也应该具有落日般的华丽。陈长生，你真的找到了连命运都打不倒的人？也罢，就让我成为他的第一个奇迹吧。系统，或许你说的对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奇迹。宿主，其他人不明白，但你应该最清楚，世人口中的奇迹只不过概率问题。很显然，陈13不可能唤醒。系统，这个应该是传说中的奇迹吧？宿主，这只是小概率事。你能不能不要转移话题？我当然知道这是小概率事件，但是我很想知道小概率事件的俗称是什么。回宿主，小概率事件一般都会被世人称为奇迹。很显然，宿主这次碰到了小概率事件，但是小概率事件接连发生的几率更小。宿主还是不要抱有希望。你能不能尊重我一下？好歹用心听一下我的话。不是，好歹也是老熟人了，至于下这么狠的手吗？这小子神志不清，你也神志不清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现在才着急，早干嘛去了？慌什么？这小子的根基烂成什么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再好的灵丹妙药，在他身上也要打折扣。我就算医术高超，也不至于让他马上就醒过来吧。鄙人自认为天赋不比天命者差多少。看过的招数，就算不能全懂，那也是略知一二。可是我始终无法看透，你那一剑是怎么挥出的？你现在只是一个凡人，但是你却斩断了我手中的筷子，还让我流了血。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呀！一个凡人怎么可能做到？哪怕屋里手持剑灵苏醒的真武剑，也不可能伤到我呀！哎呦，您可终于醒了，再不醒过来，我可就要把你埋了。